结界门开启后，便立刻有一道身影从中踏出，此人乃是夏言。而在夏言走出之后，在他的旁边也是张开了一道结界门，萧玉从这道结界门内走了出来。二人从结界门内走出后，他们身后的结界门也是立刻消失。至于他们二人的第一反应，则是相同的，开始打量周围，观察眼下的状况。当发现没有看到楚风后，目光都是变得若有所思。这样一来，就只有圣光天河那个小辈没有出来了，何必等待那个家伙？一个人龙变二重的小辈而已，根本谈不上是天才。那种滥竽充数混进来的家伙，说不定已经死在千变幻宫里面了。夏言和笑玉已经看到了公孙家的7位天才，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淘汰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明明被淘汰的是他们，可是遭受羞辱的竟然是楚风。楚风明明都不在场啊！此时他们的心情都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庆幸楚风被淘汰，不用再与公孙家的天才交锋；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楚风遭受这样的羞辱。毕竟他们两个能活下来，可都是靠着楚风。楚风有怎样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他们是知道的。萧玉兄，不对劲啊！楚风不应该这个时候还不出来。你说，楚风那个家伙是不是躲在那里面？夏言指着千变幻宫顶端的光球问道。我看不穿那个东西。萧玉其实也有所怀疑，甚至还用手段观察了那光球，但却无能为力。楚风，你别躲了，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快出来，堵住那些家伙的嘴，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废物，你才是此处天赋最强的后辈。忽然，夏言双手抱着嘴巴，对着那镜球大声呼喊起来。这样的举动可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你有毛病吧？那个圣光天河的废物怎么可能在那个里面？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异象，是我族后辈公孙云天触发的异象。公孙家的许多人都以指责的口吻斥责起夏言，他们觉得夏言说楚风在那里面是对他们公孙家的侮辱，他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必须制止。异象就凭着公孙云天，他有那个本事吗？我告诉你们，就算这是异象，那也必然是楚风触发的。夏言说道。只是夏言此话一出，换来的却是全场的轰然大笑。不仅是公孙家的人笑了，就连其他人也都是笑了。我说，你是在里面经历了什么？脑子都坏掉了吗？真是说话不经过大脑。你难道不知道那个叫做楚风的后辈是来自圣光天河的吗？那种废物怎么可能有触发异象的能力？众人冷嘲热讽，而这便是他们嘲笑夏言的原因。只是圣光天河就足以说明楚风的实力不足，这便是来自地狱的启示。只要是来自那个他们看不起的地方，哪怕他们不了解这个人，但也断定这个人不可能是个人才。诸位，我强调一遍，我不是来自圣光天河，而是祖武天河。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炸响。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僵。那声音是楚风的声音，并且那声音传自金色光球。难道说人们的目光全部汇集于金色光球之上？而一种不妙的感觉更是由心而生。尤其公孙云天以及公孙家的人，一个个的都是脸色大变，甚至连汗毛都竖立起来，内心更是紧张到了极点。若是此事是真的，那他公孙家的境地可就要发生扭转，不仅无法光宗耀祖，反而会颜面扫地。轰鸣炸响，那金色光球竟然碎裂开来，神圣的金色气焰在空中盘旋，就像是预示着强大之人即将登场。而很快，在那滔天气焰之中，隐隐间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他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他的脸庞也越来越清晰。很快，他的身姿，他的面容都彻底浮现。耶！我就知道！夏言兴奋地跳起来挥拳，就连向来冷漠的笑语，脸上也是难得的露出了笑容。而至于在场的其他人，一个个的都是瞠目结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因为此人正是他们口中的废物，是来自圣光天河的楚风。抱歉，里面太舒服，一不小心睡着了。夏言兄，还多谢你把我叫醒，不然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楚风对夏言说完此话，又看向公孙云天以及看台上的公孙家家主等人。咦，你们怎么了？为何脸色如此难看？楚风故作不解地问道，但是那笑嘻嘻的面容却是极为嘲讽。楚风，你要太嚣张！黑煞大人，楚风必然是使用卑鄙手段进入了异象之中，他不可能是第一个走出来的，那异象更不可能是他触发的。黑煞大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公孙家的人们开始求助于黑煞老魔，他们并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所以指望黑煞老魔给予他们一个公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举动让黑煞老魔有些为难。千变幻宫，就连黑煞老魔也没有彻底掌握，他是真的不知道这异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情况也只是猜测罢了。可就在此时，楚风却举起手来，他的手中蕴藏着一道微弱的阵法。当他举手之后，千变幻宫的金色气焰再度涌现，向楚风掌心的阵法汇集而去。很快，金色光球再度凝聚而成，与先前的金色光球可谓一模一样，只不过刚刚凝聚而成，金色光球便再度炸开。当然，这一切都是楚风所为。楚风用实际行动来证明那异象正是他所触发的，甚至他能够反复触发，这并非异象，而是我离开千变幻宫的阵法，只是阵法特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没有想到，我在千变幻宫内悟得的阵法竟然被你们称为卑鄙手段。你们是看不起我楚风，还是看不起黑煞大人的千变幻宫？楚风看向公孙家向黑煞老魔求助的那位，而那位此时脸色极其难看，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的他都不敢与楚风对视，因为他丢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脸，还是整个公孙家的脸。此时的气氛极度尴尬，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今日表现最好的会是他们看不起的圣光天河之人，所以尴尬的不仅仅是公孙家，还是他们这些来自九魂天河的界灵大师们。好，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忽然一阵掌声响起，打破了此时尴尬的氛围，是黑煞老魔，真是人不可貌相。楚风小友，着实让老夫大开眼界。
让我九魂天河之人大开眼界。黑煞老魔站起身来，踏空而行，向楚风走去。这份礼物，老夫想赠与后辈，但是一直没有合适人选，相信楚风小友担负得起它的珍贵。黑煞老魔取出一个盒子，递给了楚风。见此行为，公孙云天等人皆是面露不爽。黑煞老魔也送给了他们奖赏，但是他们自己过去取的，可送给楚风时，却是黑煞老魔亲自来到了楚风面前。这看似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却是极为不同的待遇。而当楚风打开盒子之后，盒子中的物品竟在阵法的簇拥之下漂浮而起。至此，所有人都能看到那盒中之物是为何物。那是一个特殊的戒灵长袍，如水晶一般的羽毛编制而成，尤其是在光芒的照耀下，晶莹剔透，非常之美，竟是金羽仙袍。看到这个戒灵长袍，许多人都是露出羡慕的目光。传说远古时期有一种极为美丽的妖兽，名为金羽仙鹤，而这金羽仙袍正是由金羽仙鹤最为珍贵的羽毛编制而成。这件宝物并非黑煞老魔亲手打造，乃是他当初在一处遗迹所得。金羽仙袍不能给予戒灵师太大的力量帮助，可是因为材料极为珍贵，也是稀世珍宝。据传闻，就连其他天河某位知名的戒灵大师都曾想以高价收购此物，可黑煞老魔却硬生生的没有卖，今日却将它送给了楚风，这自然让人意外，因为这的确是一件稀世珍宝。如果说黑煞老魔赠予楚风以及公孙云天等戒灵长袍是认可，那如今楚风得到的认可绝非公孙云天等人可比。多谢黑煞大人。虽说这件戒灵长袍对于已有九龙圣袍在身的楚风而言无用，但是毕竟价值不菲，且是一份荣誉，楚风也是欣然收下。收下这戒灵长袍的时候，楚风还特意看了一眼公孙云天，碰巧的是公孙云天也在注视着楚风。二人对视的时候，楚风可以看到公孙云天的脸色阴沉无比，尤其是嫉妒的眼睛之中还含有杀意，那个架势简直就像是要吃掉楚风一样。可楚风不仅不惧，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这一笑将公孙云天气得咬牙切齿。如果说先前只是对楚风怀揣敌意，那么现在的他对楚风可谓恨之入骨，因为今日原本属于他的荣耀全部被楚风抢夺去了。黑煞大人不能将这金羽仙袍给楚风，这楚风的确使用了特殊手段，虽然不知道是如何做到的，但是他却能够在千变幻宫内控制幻宫内的阵法，正是凭借千变幻宫的阵法力量，他才拥有远超其自身的实力。他不仅为非作歹，嚣张跋扈，甚至还想要杀掉我们。若非云天出手相救，我的这两位兄弟就已经被楚风杀了。这楚风虽然是第一个离开千变幻宫的，但也的确是使用了卑鄙手段，望黑煞大人严查，还我们一个公平。公孙家的天才们开始控告楚风，控告楚风之时，还特意指出了那两位被楚风放过一马的公孙家天才。毕竟在进入千变幻宫之前，黑煞老魔曾亲口说过，不可以相互攻击，否则就会淘汰资格。眼见着正常比试，他们不如楚风，他们只能使用卑鄙手段。与此同时，公孙云天也是看向了那两位被楚风放过一马的二人。二人虽然很是为难，但是却也是立刻做出了抉择。只见他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紧接着便一脸委屈地对黑煞老魔哭诉起来：黑煞大人，此事属实，还请大人为我们做主。楚风，你要如何解释？当小被控诉之后，公孙家的老一辈人物们也是目视楚风，以高高在上的口吻质问起来：哟，正常手段玩不过，开始玩阴的了。你们7个不仅抢夺我们的宝物，还要杀我们。若非楚风出手相助，我们都要死在千变幻宫内。你们运用召唤星域控制千变幻宫主阵法力量，我们都没有说，现在可倒好，居然反咬一口。夏言一脸冷笑，毫不忌讳地反驳起来，就连召唤星域之事也是脱口而出。召唤星域，果不其然，当听闻召唤星域这4个字后，在场之人的神态皆是有了变化，就连黑煞老魔都是眯起了双眼，意味深长地扫了公孙家一眼。毕竟召唤星域的事情在九魂天河早就不是秘密，倘若公孙家真的使用了召唤星域，那说明他们不仅欺骗了诸葛家，还有那些一同开启遗迹的戒灵高手们，就连九魂圣族也是被他们所欺骗了。倘若此事为真，公孙家很可能会引来灭族大祸。臭丫头，你胡说什么呢？我公孙家怎么可能拥有召唤星域？你再敢胡说八道，老夫撕烂你的嘴！公孙家众人有了极大的反应，一个个不仅恶言相向，甚至有人还释放出了威压，那个架势恨不得立刻出手将夏言灭口。干什么？那是当我老夫不存在吗？可忽然一道声音响起，公孙家的人立刻安静了下来。这开口之人自然便是黑煞老魔。别看黑煞老魔表面待人和善，但在场的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黑煞老魔中的魔字，这可不是虚名。此人不仅狠辣，并且非常霸道。在九魂圣族统治的九魂天河内，有几个人敢不给九魂圣族面子？但黑煞老魔就是其一。楚风小友，你为何不说话？对于他们都控诉，你不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吗？黑煞老魔镇压住公孙家后，将目光投向了面前的楚风。大人，难道我认了您就处罚我，而公孙家的后辈不认，您就放过他们吗？楚风不答反问，可还不待黑煞老魔说话，楚风便再度开口：我承认我是对公孙家的人出手了，但却是他们抢夺宝物在先，而且我本可以杀他们，但他们2个现在还活着，便已经说明了一切。是我楚风不计前嫌放了他们一马。大人若是不信，夏言和萧玉2位兄弟可以为我作证。楚风说道。他们2个作证，他们与你是同伙，他们的证词有用吗？公孙家的天才很是不屑地问道。那你们7个的证词就有用吗？黑煞老魔问道。大人，我们这一问，公孙家的天才们也是哑口无言。是啊，相比于楚风、夏言以及萧玉的联盟关系，他们7人的关系更为亲密，毕竟他们是亲兄弟，
是一个世家的弟兄啊。千变幻宫的事，难辨真假，老夫不予追究，你们也就不要再多言了。老夫最看不起的就是敢做不敢当，且输不起的人。黑煞老魔此话一出，公孙家的天才们脸上涌现出了羞愧之色。他们都知道，黑煞老魔这番话其实就是在说他们。按照此次招亲大会的规则，率先从千变幻宫内走出来的5位进入下一轮。与先前的考核不同，这一轮比拼的就是结界之术的对战能力。除了武力不能使用之外，任何与结界有关的手段都可以使用。5人之中，实力最强的2位将会进入最终考核。黑煞老魔此话说完，便将巨大的千变幻宫收入囊中。而千变幻宫刚刚进入袖口，只见其手臂挥动，又有一道黑色物体自袖中飞掠而出。此物自袖口掠出，急速扩大，落在广场中心后，此物仍在扩大。但神奇的是，伴随着此物的扩大，这广场周围的贵宾席也开始变化，竟也随之扩大。转眼间，那物体化作了如同小型大陆一般的体积，它之大，人落在上面，简直如同尘埃一般渺小。而此物其实乃是一座黑色的石台，石台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纹路，更是有远古气息传来。楚风断定此物本是远古时期之物，但上面的阵法却有着黑煞老魔的气息，应该是黑煞老魔运用远古时期的材料打造而成的。你们可以相互挑战，被挑战者若是觉得不敌，可以弃权。最终获胜的2位进入最终考核。黑煞老魔分别看着楚风以及公孙家的4位天才说道：“在下公孙拓跋，挑战楚风。”而黑煞老魔话音刚落，便立刻有公孙家一位天才对楚风宣战。这位名为公孙拓跋的人，乃是公孙家通过考核的4人中唯一一个只有龙变3重实力的人。其实，公孙家在场的7位天才中，有3位是龙变4重，而公孙云天更是龙变5重。按照实力来看，这通过考核的除了公孙云天外，剩下的3位也应该是龙变4重的才对。但是可惜，这个考核资格是按照从千变幻宫内走出来的顺序排列的。公孙家的天才只顾着让公孙云天第一个出来，其他人倒没有太在意顺序，所以才导致如今通过考核的人中会有一位龙变3重的公孙拓跋在场的局面。可哪怕是龙变3重，这公孙拓跋也全然没有将楚风放在眼中。其实之前在千变幻宫内，他遇到楚风只能躲在公孙云天的后面，根本没资格与楚风交手。可是回到现实，他却立刻来了底气。毕竟先前进入千变幻宫之前，他们都做过测试，他早就知道楚风只是龙变2重而已。卑鄙的家伙，真当楚风是软柿子，任你来捏，等下就有你好果子吃。夏言虽然低声开骂，但脸上却是一副幸灾乐祸。他们都知道那位公孙拓跋的小算盘，但他也知道楚风可不仅仅是龙变2重那么简单。这位公孙拓跋挑战楚风，不仅便宜讨不到，反而是自讨苦吃。别说是他，在夏言看来，这4位通过考核的公孙家天才中，除了公孙云天外，其他3位若想战胜楚风，应该都不容易。但那公孙拓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楚风宣战之后，还特意补充了一句：“楚风，你若是怕了，你可以认输。”公孙拓跋一脸得意，可谁曾想，楚风却身形一动，直接从半空之上落在了那巨大的黑色比试台上。见楚风落下，那公孙拓跋轻哼一声，也是身形一纵，落在了比试台上面。公孙拓跋刚刚落下，体内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就要对楚风直接出手。等一下，可楚风却是开口制止：“怎么怕了？若是怕了，就赶紧滚蛋！”公孙拓跋对楚风大吼道。可谁曾想，楚风居然没有搭理他，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黑煞老魔。黑煞大人，晚辈有一个问题，这场对决是点到为止，还是只要不伤其性命即可？楚风对黑煞老魔问道。正常来说，考核而已，自然是点到为止。但是这场考核，老夫想看点不一样的，你们可以施展全力，只要不伤性命即可。所以，若不想受伤，可以直接认输，但既然应战，也要有负伤的准备。黑煞老魔说道。多谢大人提点，晚辈明白了。楚风对着黑煞老魔施以一礼，随后便释放出了结界之力。楚风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便立刻交织在一起，转眼间就形成了一道阵法。那是一条结界巨龙，结界巨龙栩栩如生，一边发出龙吼，一边摆动龙威，直奔公孙拓跋冲击而去。哼！公孙拓跋轻哼一声，一脸的不屑，同样释放出结界之力，且布置出了一道阵法，向楚风攻了过去。因为他能够感受到楚风结界之力的战力，那的确是龙变2重，根本就无法与他抗衡。可谁曾想，就在楚风释放的结界巨龙距离公孙拓跋极近之时，不仅龙吼变得越加刺耳，就连身躯也是变得更大，就连威势也是比之先前凶猛了几倍不止。如果说龙变2重的结界战力堪比4品至尊的话，那么此时楚风这条结界巨龙的结界战力已是堪比7品至尊。这样的战力，哪怕是龙变3重也无法阻挡。毕竟龙变3重的结界战力也只是堪比6品至尊，哪里会是7品至尊的对手？转眼间，二者的结界阵法已经靠近，可是楚风的结界巨龙却是所向披靡，而在观公孙拓跋的结界阵法却像是纸糊的一样，二者的阵法还未正面碰撞，只是楚风那结界巨龙的威势便让公孙拓跋的阵法分崩瓦解。这结界阵法若是落在公孙拓跋的身上，后果不堪设想。住手！眼见情况不妙，公孙家的人立刻释放出威压，想要去救公孙拓跋。然而那些释放威压的人，威压刚刚释放而出，其威压便被强行压回到了自己的体内，原本属于自己的威压竟然将其重创，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后，整个人更是虚脱一般，瘫倒在了地上。这里轮得到你们出手吗？黑煞老魔一改先前和善态度，虽然并没有面露怒容，可是声音却变得低沉起来。只是这样就将公孙家的人吓得瑟瑟发抖，一群混账还不向黑煞大人认错。
公孙家家主对那些负伤的族人呵斥道，而这些族人哪敢怠慢，虽说明明被黑煞老魔打伤，可却仍要极为谦卑的向黑煞老魔认错，别假惺惺的了，把你们不争气的后辈抬下去吧。黑煞老魔说话的时候，看向了那比斗台。此时，楚风与公孙拓跋的对决早已经结束了。虽然结界之力化作的涟漪依旧弥漫于比斗台之上，可是却也能够比斗台上的具体情况。楚风站在原地完好无损，可公孙拓跋却倒在地上，衣衫尽毁，而他的身上更是鲜血淋漓，遍体鳞伤。楚风没有杀他，但却将他重创，却让他颜面尽失。这位小友的结界战力为何如此古怪？看台之上，那些来自九魂天和各处的界灵大师们一边看着楚风，一边指指点点。他们现如今对楚风已是刮目相看，意识到楚风并非龙变二重那么简单，但却也有不解之处。因为楚风若是龙变四重，他的结界战力应该是堪比8品至尊，不该是7品至尊，应该不是压制了战力，而像是用了某种特殊的宝物增强了战力。若是没有猜错，此子真正实力应该与公孙拓跋一样，也是龙变3重。不过他强就强在身上有着可以增强结界之术1品战力的宝物，拥有这样的至宝，看来此子的来历并不简单啊。一番猜测之后，人们似乎也有了答案。正因有了答案，看待楚风的态度也是再度有了变化。就在此时，又有一道身影自高空掠下，落在了先前公孙拓跋所站立的地方，乃是公孙家的另外一位天才公孙武德前来讨教。这位名为公孙武德的，乃是一位龙变4重的界灵师。虽说龙变4重比龙变3重只是高了一个段位，可是龙变4重的战力却是堪比8品至尊。因此，当公孙武德发出挑战之后，看台上的一些人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楚风就算有至宝提升战力，能够战胜龙变3重的公孙拓跋，可面对龙变4重的公孙武德，显然也是无能为力。他们觉得楚风这位来自圣光天河的后辈，就算很不简单，可很显然也是要自动认输了。他不可能战胜公孙武德。公孙武德，依我看，你应该叫公孙无德吧？通过考核的有5个人，干嘛一直挑战我？这不就是仗着你们是一家人来欺负我这个外人吗？楚风问道。少废话，你敢应战否？若不敢应战，就跪下求饶，我放你一马。公孙武德气焰极其嚣张，那公孙拓跋也只是让楚风滚蛋，可他倒好，居然要楚风下跪求饶，才肯放过楚风。可下一刻，楚风身形一晃，竟然消失不见。当楚风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公孙武德身后。当公孙武德反应过来之际，楚风一个鞭腿已是横扫而去，砰的一声闷响，不仅鲜血四溅，那公孙武德的下巴都被楚风抽碎开来，飞射足足几万米才落地。落地之后，又在地上连续翻滚了几百次，才勉强稳住身形。可此时的他却已是面目全非，昏死了过去。楚风只是一击就将龙变4重的公孙武德击败，他败的比公孙拓跋还要惨。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旁人就不说了，就连夏言和笑语也是一脸的惊容。他们虽然早就知道楚风运用特殊手段后，结界之术战力可以堪比龙变4重，但却没有想到面对真正拥有龙变4重的公孙武德，楚风竟能赢得如此轻松。然而就在众人内心震撼之际，楚风的声音却是响起。下一个，楚风将目光投向了天际之上，仅剩的2位公孙家天才。楚风霸道的宣战于公孙家剩余2位天才，可是在场的围观之人却都不淡定了。这个圣光天河的小鬼怎么回事？他怎么如此轻松的就击败了公孙武德？难道他是龙变4重？刚刚是故意压制了战力，可是怎么感受不到压制战力的力量呢？况且就算真的是龙变4重，也不该胜得如此轻松。这小鬼身上难道还有其他宝物不成？巨大广场的看台之上，无数道目光都汇集于楚风之上，几乎所有声音都围绕着楚风而在议论着。有意思，就连黑煞老魔看向楚风时也是眯起了双眼，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意。我向你挑战，可敢应否？楚风将手指向了公孙云天身旁的那位，此人叫什么楚风都不知道，但是楚风知道之前在千变幻宫内抢夺楚风宝物，然后被楚风暴打，最后又被楚风放过一马的2位之中，就有这位一个。这位在千变幻宫内就已经领略到了楚风的手段，此时看到实力与自己相近的公孙武德被楚风一击击败之后，他对楚风的恐惧在其脸上都是表现得清清楚楚，于是让人有些意外，但其实又在意料之中的一幕发生了。我认输。这位龙变4重的公孙家天才声音不大，就连说话都是低着头，可是他的这句话还是被人们听得清清楚楚。他认输了，没用的东西，真是丢尽我公孙家的脸。虽说对于他的人数，人们是能够理解的，毕竟就算他应战，也是注定一败。可是公孙家的许多人还是气得咬牙切齿，甚至直接怒声咒骂起来。不管怎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认输，这种没有骨气的举动，属实是有些丢面子。认输很丢脸吗？我觉得相比于他，反而是那些主动挑战我，然后被我打得起不来的人更丢脸吧。楚风说此话的时候，还看向了公孙云天一眼。你看我做什么？你难道是想说你会将我打得起不来吗？公孙云天气急败坏地反问道。我可没这么说，但你如果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没有办法。楚风摊了摊手，而他看待公孙云天的眼神就像是看待白痴一样。公孙云天早就对楚风恨之入骨，岂能容忍楚风在他面前如此猖狂的作风？狂妄之辈！既然如此，那你倒是挑战我试试。公孙云天说道。你以为我不敢挑战你？我只是不想你像他们一样惨。反正现在只剩下你我2人了，就当我楚风给你公孙家留一点颜面，今日就不与你一战了。楚风摆了摆手，那个架势就像是要放过楚风一样。楚风，你还要脸吗？
就凭你的实力，你有战胜我家云天的资格吗？明明是你不敢与云天交手，反倒一副你势在必得的模样。圣光天河的人都如你这样厚颜无耻吗？云天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混账，让他知道我公孙家的厉害。公孙家的人被楚风气得七孔冒烟，也顾不得高手风范，直接对楚风叫骂起来。事实上，若不是有黑煞老魔拦着，他们早就直接出手把楚风宰了。楚风，你休要在这装模作样！你既然不敢挑战我，那好，我公孙云天挑战你。楚风，今日我公孙云天就要与你楚风一战，你可敢应战否？公孙云天指着楚风质问道。公孙云天，我看不要脸的是你吧？你是龙变五重，你这样的实力挑战楚风，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夏言指着公孙云天大骂起来。这个丫头倒是不管不顾，就是要与公孙家作对的架势，但公孙云天却是不理夏言，而是一直盯着楚风。圣王败寇，楚风若是不敢应战，你可以直说，别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像个男人一样，给我一个痛快的答复。公孙云天似是生怕楚风拒绝，不断的逼问着楚风。他不仅挑衅，更是出言侮辱。而贵宾席上的那些大人物们，也是将那幸灾乐祸的目光看着楚风。他们是九魂天河的人，也都是发自内心的鄙夷圣光天河之人。可今日楚风却以圣光天河的身份力挫公孙家的2位天才后辈，那败的可不仅仅是公孙家，还是他们九魂天河。但好在他们还有公孙云天这位整个九魂天河最卓越的后备界灵师。在他们看来，楚风就算有再大的本事，可只要有公孙云天在，楚风今日也是难逃一败。如果说还有悬念的话，那么悬念就是楚风是如何败的，他到底是夹着尾巴认输，还是勇敢应战，然后被公孙云天暴揍一顿。老实讲，虽说大家也都觉得楚风应战的可能性很低，可是他们还是希望楚风应战的。楚风今日着实猖狂，若是楚风认输，那反而便宜了楚风。他们都想看到楚风应战后被公孙云天狠狠教训的模样。楚风小友，这场考核名额已定，你若不想应战，是可以不应的。在这里由我为你做主，没人可以逼你。可谁曾想，就在此时，黑煞老魔居然开口了。他这一开口，许多人都是眉头皱起。倘若黑煞老魔要护着楚风，那在场之中还真是没有人能够奈何得了他。但同时人们也很是不解，他们不解黑煞老魔为何要如此护着这个楚风。毕竟黑煞老魔也是九魂天河之人啊，况且帮着外人，这也不像是黑煞老魔的风格呀。多谢大人好意，其实我不挑战公孙云天，只是想给公孙家留一份颜面。但显然公孙家不领这个情，公孙云天更是不领这份情。若是我楚风今日拒绝了公孙云天的挑战，那他们就真的以为我楚风刚刚的话乃是在虚张声势，那我不仅丢了我自己的脸面，更是有愧于我祖武天河的先辈们。所以晚辈决定了，既然这公孙家给脸不要，那我就让他们输得彻底。话到此处，楚风看向公孙云天，公孙云天，我接受你的挑战。这小鬼该不会是疯了吧？难道他真的以为他能战胜公孙云天？尽管楚风应战是九魂天河这些界灵师们所期盼的，可当楚风真的应战之后，人们还是感觉难以置信，甚至有不少人都怀疑楚风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楚风，你可千万别冲动啊！而夏言更是赶忙开口劝阻，就算他知道楚风的本事，但却也并不希望楚风与公孙云天交手，因为他很清楚公孙云天绝非等闲之辈。放心便是。楚风被夏言摆了一个手势，示意让他安心，随后便大袖一挥，一道结界漩涡在其身前旋转涌现，很快一道界灵大门便浮现在了此处。而楚风此举一出，众人也都是非常好奇，楚风是意欲何为？楚风，你难道想用界灵来与我抗衡？公孙云天更是直接询问道。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要用我的界灵与你切磋。公孙云天，别说我不给你机会，今日我不亲自出手，你只要能够战胜我的界灵，那这场对决便算我楚风输。楚风说道。疯了吧？要用界灵？难不成他的界灵能拥有堪比武尊的实力不成？疯了，绝对是疯了，已经开始不切实际，开始风言风语了。许多人都感觉楚风是在说胡话，之所以这样觉得，乃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界灵往往只会臣服于强于自己的界灵师，所以通常来讲，界灵的实力不会超过界灵师本身。就算界灵够强，但也最多与界灵师自身实力相差不多。这个小鬼是不是在故意虚张声势？他应该不是公孙云天对手，所以他是在故弄玄虚，是想要从声势上吓唬住公孙云天，好让公孙云天知难而退。这个小鬼还真是卑鄙啊！不解之际，人们有了这种猜测，他们开始觉得楚风是在故弄玄虚，是在虚张声势。云天，这小鬼是虚张声势，不要怕他，好好教训一下他，让他知道我们九魂天河界灵师后辈的厉害。于是那些人开始鼓动公孙云天，让公孙云天直接出手教训楚风。而就在下一刻，公孙云天的身影却忽然消失不见。当其再度出现之时，已是落在了比斗台之上。当他落在比斗台那一刻，一股强者风范也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楚风，你说什么胡话我都不管，做什么混蛋事我也不管。我现在只问你一句，我公孙云天对你的挑战，你是不是应了？公孙云天对楚风问道。对，你的挑战，我楚风应下了。楚风说道。楚风话音刚落，公孙云天便身形一纵，直奔楚风而来。他没有再废话，早就对楚风恨之入骨的他，恨不得立刻杀了楚风，并且他速度极快，以他的实力，楚风根本无法闪避。毕竟他释放出的乃是龙变五重的结界之力，那是堪比一品武尊的力量。楚风虽然看不清公孙云天的攻势，但是在场的那些高手们却看得清。眼见着公孙云天已经动了，但楚风的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那分明就是弱者遇到超出自己实力太多的强者时没有反应过来的表现。于是许多人都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们就知道
楚风的实力最多止步于龙变4重，他不可能战胜公孙云天。他们觉得自己猜对了，无论是刚刚的吹，还是后打开界灵大门，不过都是在虚张声势罢了。这场对决才刚刚开始，但却已然结束了。可谁曾想，就在公孙云天即将靠近楚风之际，诡异的叫声忽然传来。与此同时，一道黑色气焰也是自那界灵大门之内喷涌而出，直奔公孙云天冲击而去。公孙云天冷哼一声，抬手就是一拳。这一拳可不是寻常的一拳，他的体内蕴藏结界阵法，这一拳轰出也是结界阵法的力量。可谁曾想，那黑色气焰看似缥缈，实则坚硬无比。公孙云天以阵法力量攻来的这一拳，竟对那黑色气焰奈何不得。黑色气焰内的哀嚎越发刺耳，黑焰诡异的扭动起来，随后竟有无数黑焰利爪自黑色气焰之中延伸而出，向公孙云天抓了过去。那利爪极为凶猛，连虚空都被抓出了一道道裂痕。公孙云天也察觉不对，他并没有再与黑色气焰硬碰硬，一边后退闪躲，一边将手掌握紧，一把结界长剑便延伸而出后，便向那些黑焰利爪挥砍而去。那结界长剑每次与黑焰利爪碰撞，不仅会发出刺耳的声鸣，更是有着道道火花喷溅。那哪里是气焰，分明就是坚硬的兵器。修罗界灵，这气息乃是修罗界灵。原来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的界灵真的能与公孙云天抗衡。可他竟能让如此强悍的界灵臣服，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此一时，观看席上再度炸开了锅。如果刚刚拦下公孙云天还是偶然，那么此时将公孙云天那黑色气焰与公孙云天交战的如此激烈，便是绝对的实力。况且人们也能感受得到，那黑色气焰内所散发的气息乃是一品武尊。尽管不可思议，但楚风的确拥有一品武尊境的界灵，并且还是修罗灵界的界灵。修罗灵界乃是7灵界中最高傲的存在，这种高傲的存在居然愿意臣服于楚风，这种弱于自己的主人，这着实让人们想不通。楚风，你这家伙还真是有点了不起啊，居然有这么强悍的界灵为你效力，亏我还替你担心，搞了半天你居然藏了如此手段。夏言大声呼喊起来，只不过却没有了先前的紧张，反而是哈哈大笑。楚风再次给了他一个惊喜，淡定淡定，这不算什么。楚风笑嘻嘻地冲夏言挥了挥手，随后竟身体下去，瘫坐在了地上。那个姿势，那叫一个悠哉，那个模样，就好像他是一个看客一般。公孙云天，你可要加油啊！你代表的可是9魂天河，若是连我的界灵都无法击败，那你以后还怎么在9魂天河混？你公孙家还怎么在9魂天河混？怕是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没脸见人了吧？楚风悠哉地坐下之后，竟然还对公孙云天大声呼喊起来。这话看着像是鼓励公孙云天，但实际上就是在挖苦公孙云天以及他身后的公孙家啊！这混账东西！看着楚风那得意忘形的模样，公孙家的众人一个个气得眼珠子冒血，连鼻子都歪了。云天，你还在磨蹭什么？你到底想让这个圣光天河的小畜生嚣张到什么时候？盛怒之下，公孙家家主居然也对着公孙云天开口了。这话中之意可谓再明显不过了，他就是要公孙云天快点击败楚风，不想再看到楚风这猖狂的作风。区区界灵，别想拦我！我让你知道，我公孙云天是怎样一个界灵师。公孙云天衣衫舞动之间，其体内的那结界之力便如潮水一般自其体内喷涌而出。汹涌的结界之力不仅将那黑色气焰震退，更是如巨浪一般围绕着公孙云天飞舞。糟了！而见此一幕，楚风原本得意的脸上则是涌现出了一抹紧张之色。楚风虽然无法与武尊境强者交手，但还是见识过武尊境强者的实力的。就算看不清羽纱与公孙云天具体的交战细节，但楚风也能够通过威势感受到二者的实力。虽然逆天战力被封，可羽纱却一如既往的强横，但公孙云天也的确不容小觑，他的结界战力非常之强，绝非是堪比一品武尊那么简单。这从他能和羽纱纠缠这么久而不败就看得出来。而眼下他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并非寻常的结界之力，那是一种阵法，一种极强的阵法。此阵一出，公孙云天实力必然大增。楚风也不确定羽纱是否还能与公孙云天继续抗衡。羽纱若是形势不妙，立刻退回来，不要与他硬碰硬。察觉不妙的楚风对羽纱劝道。羽纱没有回答，黑色气焰反而回到结界大门之内。可紧接着一道倩影则是从结界大门内走了出来，这走出来的自然便是羽纱。羽纱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了楚风，他羽纱不会退缩，哪怕公孙云天运用强大阵法来增强了实力，可羽纱仍要与其一战。这就是楚风的界灵吗？居然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姑娘，这个家伙果然是一个色狼。看到羽纱登场，夏言立刻给出了他的评价。这也不怪他，实在是羽纱的容颜太过精致，虽足够美丽，可她的眉宇之间却有着一抹阴气，这又使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战士，而并非一个花瓶。在感受到我力量变化后，竟然还敢露出真容，看来你是要舍命维护你这个主子了。公孙云天对羽纱问道。舍命？只是你现在的程度无法让我舍命，只能让你送命。羽纱冷漠开口，而开口的同时，她的体内便释放出磅礴的黑色气焰。黑色气焰围绕着羽纱旋转，而后竟然化作2把长剑落入羽纱手中。紧接着羽纱便手持黑焰双剑向公孙云天冲了过去。她的力量之强，每踏出一步，这比斗台都会为之震荡一下，而因其速度太快，这比斗台的震动更是让楚风连坐都坐不稳，不得已只能浮空而起，立于半空之上。公孙云天不甘示弱，同样反攻而去。当黑焰与结界气焰相互冲撞且四散开来之际，羽纱和公孙云天已是站在了一处。公孙云天的却很强，虽然使用的是结界之术的力量，可是他的战力恐怕连真正的一品武尊也是难以抗衡。正常来说，龙变5重只是堪比一品武尊的力量，很难与真正的一品武尊抗衡，但是公孙云天的力量
却超过了寻常的1品武尊。夏言没有欺骗楚风，公孙云天果然不容小觑，他是具有真本事的天才。可就是这样的公孙云天，与羽纱交战在一起，却从一开始就落入了下风。没错，就是从二人正式交战的第1回合，公孙云天就落入了下风。二者兵刃相互碰撞，羽纱身形不动，可公孙云天不仅向后退去，就连手臂和兵刃也是一同颤抖。这从力量层面上，羽纱便占据了绝对优势。可偏偏羽纱的优势不仅仅是力量，在速度甚至攻击技巧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公孙云天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起初只是不断被击退，而后更是手忙脚乱，明显招架不住。于是没过多久，便有鲜血自他体内溅出，他的身上也随之出现了血淋淋的伤口。当第1道伤口出现之后，第2道、第3道、第4道、第5道连续出现，并且出现的空隙越来越短，你伤势的程度也是越来越重。我还是低估了这个丫头啊！眼见着羽纱将公孙云天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楚风也是笑得合不拢嘴。尤其是当他目光扫动，看到公孙家众人那像是吃了屎一般的表情后，楚风就更加得意。这正是楚风想要的效果。楚风本不是嚣张跋扈之人，可面对毫无缘由就对自己怀有敌意的人，甚至想置自己于死地之人，楚风也绝对不会客气。倘若公孙家的人从一开始就对楚风客客气气，哪怕后面会有交锋，楚风也是点到为止，绝对不会伤他们一分一毫。可偏偏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现在公孙家会落得如此尴尬的境地，也都是他们自找的。羽纱和公孙云天的交战仍在继续，羽纱面无表情，可她却显得更加的美丽。冷若冰霜的攻杀之下，她是当之无愧的女战士。可在观公孙云天却是狼狈不堪，随着伤痕的不断累积，鲜血已经染透了她的戒灵长袍。忽然2道黑焰突破公孙云天的防守，紧接着只听噗噗2声闷响传来，伴随2道血花溅起，羽纱手中的双剑分别在公孙云天的左腿和右腿处留下了2道伤痕。呀！这一刻公孙云天也是少见的发出了一声惨叫，这2剑砍的都较深，不仅血肉翻腾，就连经脉都被斩断，且伤的可不是皮肉，而是灵魂。所以这2剑过后，公孙云天不仅疼得哀嚎连连，更是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似乎失去了再战之力。见此一幕，贵宾席上的许多人都是连连摇头，他们没有想到，就连他们寄予厚望的公孙云天，居然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失望的情绪涌现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有意思，真是有点意思。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人们觉得胜负已定，是公孙云天败了的时候，那躺在地上的公孙云天却是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十分诡异，明明已是败北之势，但他的笑声却显得十分猖狂。笑什么？羽纱手握黑焰长剑，就站在公孙云天的近前。他虽没有继续出手，但却依旧严阵以待。若公孙云天有反击之势，羽纱就会给予公孙云天致命一击。你为你的主子而战，就要做好受死的准备。记住，这是你自找的。公孙云天看着羽纱，嘴角扬起一抹冷笑，且在他的眼中竟有着极为凶狠的目光。下一刻，一道结界大门出现，横在了羽纱和公孙云天的中间。结界大门开启之后，一股磅礴的黑色气焰便自那结界大门内奔涌而出。羽纱就在结界大门之前被那黑色气焰直接击中，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强如羽纱竟也被那黑色气焰直接击退，且倒飞很远之后才落在地上。这感觉是修罗戒灵。看到那自结界大门内涌现的黑色气焰，楚风一眼就认出那乃是修罗戒灵的气息。原来公孙云天也是一位修罗戒灵师。修罗戒灵师一直是极为罕见的存在，但其实从整个浩瀚修武界来看，修罗界灵师的数量也并非那么稀少，也早就不是传说中的存在了。但是因为楚风遇到的修罗界灵师仍然数量有限的缘故，所以每当他遇到修罗界灵师，楚风往往都会感到有些兴奋。但是这一次却不同，那气焰能够将羽纱击退，说明这支界灵实力很强。这对于羽纱和楚风而言，可都不是一个好消息。结，公孙云天，你这小兔崽子不太厚道，居然让老子打一个姑娘！一道粗狂的声音自结界大门之内传出，紧接着一只有力的大手自结界大门内出现，狠狠地抓在了结界大门之上。这只手虽是人类模样的手，可是却比寻常人类要大很多，说明此手主人的体积必然也是异于常人。果不其然，当那只大手率先出现后，很快那只戒灵的本体也是从戒灵大门之内走了出来。黑色气焰缠绕全身，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但却也能够大概看到他的轮廓和身高。他的块头很大，果然是一个庞然大物，虽是人类模样，但身高却有着足足10米有余。尽管这样的身高远远无法与妖兽相比，但是与正常的人族相比，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型的巨人了。而就当这只戒灵出现后，这巨大无比的比斗台居然开始微微颤动起来。因为比斗台太大的缘故，当比斗台颤抖之际，整个浩瀚广场也是随之颤动，就连那贵宾席都无法幸免，并且伴随颤动的袭来，比斗台上面的阵法纹路竟也有了变化，开始闪烁起微微光华。伴随光华闪烁之际，比斗台上的阵法就像是运转了一样，竟有一层淡淡的黑色气焰自比斗台上面弥漫出。怎么了？这是？见此一幕，许多人都是感到不解，是触发了异象。看来云天小友的这只戒灵实力很不简单，怕是大有来头啊。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黑煞老魔则是开口解释，并且说这话的时候，他还看向了公孙云天一眼，少见的，在他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赞赏之色。而他这一解释，人们也都是恍然大悟，原来是公孙云天的那只戒灵所触发的异象。可是要知道，楚风那只强悍的美女戒灵也是来自修罗灵界，他的登场都未能触发异象，而公孙云天这只戒灵却触发了异象，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公孙云天这只戒灵的实力恐怕比羽纱的那只还要强悍。公孙云天，好样的！
不愧是我九魂天河的天才后辈，云天小友，你果然没有让老夫失望。忽然间，对公孙云天德赞美之声如雷鸣一般在这四面八方的观看席上响彻开来，他们的情绪都压抑了太久，但在这一刻却是得到了释放。不因别的，只因这场对决至此为止，他们九魂天河的代表人物都被楚风压制，而现在公孙云天总算是压制了楚风，总算是为他们九魂天河争回了一次脸面。那只戒灵抬起脚来，又猛然落下，一声震荡传来，那围绕着戒灵的气焰便立刻四散而去。此一时，这在比斗台触发了异象的戒灵终于是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此人上身什么也没有穿，下身也只是简单的穿了一条裤子，他的身材极为魁梧，尤其是在没穿衣服的情况下，他的肌肉看得清清楚楚，那一块块肌肉不仅巨大，看上去更是如石头一般坚硬，力量感十足。不过此人毛发也是十分发达，不仅遍布全身，就连他的脸上也是长满了毛发，而那一头黑发更是如雄狮的鬃毛一般炸开。虽说毛发甚多，遮盖住了容颜，但从大致的轮廓，人们也是能够看出这只戒灵的长相十分丑陋，与雨莎对比，简直就是美女与野兽的区别。且这只戒灵不仅长相丑陋，它还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睛，这双眼睛看上去极为恐怖，比凶兽还要吓人，使它整体看上去更加令人感到畏惧。血族！雨莎盯着那戒灵血红的眼睛，似是发现了什么，于是脱口而出：血族？难道是修罗血族吗？这就是修罗血族吗？公孙云天居然收服了修罗血族的戒灵。听闻修罗血族这四个字，许多人都看向那只戒灵的目光也都变了，还真是修罗血族。云天小友，你好是厉害啊！而一番观察之后，有一些老一辈的戒灵师确定了那只戒灵的身份，再度对公孙云天夸赞起来，甚至连他们整个人的情绪都变得不一样起来，那是唯有激动和兴奋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有的表现。夏言，你可知修罗血族是何来历？楚风对这修罗血族并不太了解，他不想打扰雨莎，于是对夏言询问起来。修罗血族你都不知道吗？亏你还是修罗戒灵师。夏言先是鄙夷的回应楚风，但还是为楚风讲述起所谓的修罗血族的来历。修罗血族也是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只不过他们是有着特殊血脉的种族，那双血红色的眼睛就是他们的标志。如果说天赐神体和天级血脉是凌驾于普通修武者的贵族，那么修罗血族就是凌驾于普通修罗戒灵之上的贵族，这就是修罗血族的定义，强大到超乎想象的实力，但同样极为自负。正因如此，修罗血族很少愿意臣服于戒灵师。在九魂天河，关于修罗血族的传说有着不少，但当今整个九魂天河能够收服修罗血族这种戒灵的戒灵师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何当得知公孙云天所释放的戒灵是修罗血族的之后，就连那些大人物也是如此兴奋的原因。姐，小姑娘，老子在修罗灵界也没少打过女人，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老子还真没打过。你这姑娘的长相是老子喜欢的类型，要老子打你，老子还真是舍不得。那只戒灵对雨莎开口了，他不仅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还色眯眯地打量着雨莎，那个架势就像是要将美人收入囊中一般。雨莎，与他交手，你可有把握？若无把握，立刻回来，切勿勉强。楚风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雨莎劝导，但雨莎根本没有回应楚风，而是对那只戒灵回应了一句：哪来那么多废话？既然出来了，就必要一战。话罢，雨莎便化作一道黑影，直奔那只修罗血族的戒灵冲击而去。可是那只修罗戒灵却是躲都不躲，就站在原地等待着雨莎攻过来。而雨莎也不客气，她手中黑焰长剑一把冲正面，向那修罗血族的戒灵胸前刺去，另一把则是横扫，向那修罗血族戒灵的头颅砍去。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那血族戒灵竟伸出手来，探手去抓，想要用手去抓住雨莎的黑焰长剑。而紧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这血族戒灵竟真的凭借自己的手掌，硬生生的将雨莎的黑焰长剑给接了下来，并且还是自身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接了下来。小姑娘，你还真是年轻气盛，看来你是没吃过亏啊。接下雨莎的一击后，那血族戒灵竟然还伸出舌头舔了一下自己的嘴，那叫一个恶心，找死！而这个行为进入雨莎的眼中，也是成为了不可饶恕的举动。只见雨莎放开手中的黑焰长剑，身形向后退去，但是此时她的身上也是再度涌现出黑色气焰，只是此时的黑色气焰却与先前的不太相同，黑色气焰相互交融，就凝聚成一匹黑色战马。黑色战马活灵活现，简直就如同真的一样。而雨莎则是骑在黑色战马之上，单手握起一杆黑焰长枪，出现在了她的手中，黑焰涌动，也是化作黑色铠甲，附着在了雨莎的身上。这一刻的雨莎看上去格外的强悍。战马发出一声怒吼，雨莎也是骑着它，再度向血族戒灵攻了过去。二者再度交战，那血族戒灵也是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他双手握紧，两把巨大的铁锤出现手中，认真的与雨莎站在了一起。可是很快，人们惊愕的发现，先前还能徒手挡住雨莎攻势的血族戒灵，这一次交锋竟然落入了劣势之中。而之所以会如此，乃是雨莎召唤出黑色战马之后，战力大幅度的提升。不太妙，那小子的这只戒灵也好是厉害，并非等闲之辈。看到雨莎如此表现，在场的许多戒灵师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尤其是男戒灵师们。事到如今，不管胜负如何，但他们都无法否认雨莎的强横。但唯有楚风知晓，若非力量被封，这只黑色战马召唤而出，可是能够让雨莎的实力直接提升一品修为的。现在这只黑色战马还并非他真正的力量，不过虽说未能发挥真正力量，但在这种时候能够对雨莎提供帮助，却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姑娘，老子太喜欢你了，真是不想伤了你，你考虑一下，做老子的小妾吧，老子保证带你吃香喝辣的。别说在这修武界，
就算是回到修罗灵界，老子也保证没有人敢欺负你。那只血族戒灵虽然是落入了下风，但不仅丝毫不慌，反而出言调戏。然而他此话落下后，雨莎抬手一枪，直接对准他的嘴巴刺了过去。雨莎虽然没有还嘴，但是这一击却已是他最好的回应。可就是这一击，却也是使得令人再度感到震惊的一幕发生。面对雨莎之际，那只戒灵不闪不躲，随后他竟大嘴一张，竟然用嘴巴将雨莎的黑焰长枪给硬生生的咬住了。随后更为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戒灵牙齿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他竟用牙齿将雨莎那强悍的黑焰长枪给硬生生的咬成了2段。原来这戒灵隐藏了实力，他的真实实力仍然凌驾于雨莎之上。雨莎，快回来！眼见不妙，楚风赶忙大声呼喊。事已至此，楚风已经看出这只血族戒灵的实力是凌驾于雨莎之上的，雨莎根本就不是这只戒灵的对手。然而雨莎却冷哼一声，黑焰涌动，那断掉的黑焰长枪立刻复原。随后雨莎便再度发动攻势，这一次雨莎的力量竟然再度提升。不过楚风也很快发现了端倪，雨莎周身不仅黑焰涌动，那黑焰之中还夹杂着其他的气体，那气体似是在燃烧着某种东西而产生的。雨莎，停手吧，快停手！楚风察觉到了不妙，他觉得雨莎此时必然是动用了伤害自己的手段来换取力量，再强行继续交战。只是无论楚风怎样劝阻，雨莎却依旧没有罢手的打算。姑娘，老子的耐心快被你耗光了，既然你如此的不知好歹，那就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了。那血族戒灵此话说完，便抬手一掌，此掌轰出，顿时狂风大作，空间炸裂，强大的力量更是如无形的飓风直奔雨莎而去。这一掌虽然没有直接落在雨莎的身上，可是只是隔空的力量，却也是将雨莎直接击退开来，飞到数米开外。当雨莎稳住身形之际，鲜血也是自其嘴角缓缓溢出，就连脸色也开始变得格外苍白。虽只是一击，但显然雨莎已是受了不小的伤。你不可能战胜老子的，老子的实力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弱。血族戒灵此话说完，其体内的气焰如飓风一般四散开来，而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也是随之提升，那股威压覆盖天地，远在雨莎之上。原来这只血族戒灵并非1品5尊，而是2品5尊，刚刚是故意隐藏实力来和雨莎交手。难怪雨莎无论怎样提升战力，都无法真正的压制这血族戒灵，因为他们真正的实力本身就有着极大的差距。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做老子的小妾，要么就都给老子死在这里。那血族戒灵对雨莎说道：的确有人要死，但死的却是你。雨莎此话说完，便立刻站起身来，是要打算继续战斗。可就在此时，戒灵大门却突然出现在雨莎的身后，是楚风。楚风将戒灵大门关闭后，又重新开启，放在了雨莎的身后。雨莎，停手吧，这场对决到此为止。楚风不仅打开戒灵大门，自己也是跑了过来，不仅跑了过来，更是主动拽住雨莎，想要强行将雨莎拖入戒灵大门之内。只是奈何，因为二者实力差距太大，楚风根本无法撼动雨莎。只见雨莎大袖一挥，便将楚风甩在了自己身后。这场对决我必须赢。雨莎看了一眼楚风，但在她美丽的眼眸中却充斥着这一抹决意。忽然之间，雨莎的体内黑色气焰再度涌动，如火山喷发一般直冲天际。而伴随着黑焰的出现，那股燃烧力量的气焰也是再度涌现，并且重燃烧力量的气焰也是越发汹涌。此时雨莎的气焰仍然在不断提升，她是真的在玩命，燃烧血脉吗？你居然因为这种家伙连性命都不要了，看来你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嘛。既然如此，那你和你的主子就都给老子死吧。话罢，那血族戒灵便大嘴一张，紧接着自其口中便喷射出黑色气焰。那黑色气焰极快，并且蕴藏着的乃是2品5尊的威压。这黑色气焰直奔楚风和雨莎而来。莫说楚风反应不过来，就连雨莎也没反应过来。二人还不知情况的时候，那黑色气焰就已经来到了他们2人的近前。这一击若是击中，他们2人都要死。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黑色气焰竟然在2人面前爆炸开来。因为黑焰力量太强，爆炸后的涟漪都是异常凶猛，如气焰猛兽，要吞噬八方。可是就连爆炸后的涟漪都被无形的屏障阻挡，尽管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其他方向喷涌而去，可却根本无法靠近楚风和雨莎。原来是一众无形的屏障将那气焰涟漪给挡了下来。是黑煞大人吗？此时人们都看向了黑煞老魔，都以为是黑煞老魔出手救下了雨莎和楚风。不用看老夫，这非老夫所为。可是黑煞老魔却是摇了摇头，不是黑煞大人。黑煞老魔此话一出，莫说旁人，就连楚风和雨莎也是一脸不解。他们2人都知道这一击并非他们挡下的，可既不是他们，又不是黑煞老魔，那么在场之中还有谁能救他们呢？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极为好听的声音却自楚风和雨莎身后的戒灵大门传来。这个丫头，你叫雨莎是吧？辛苦你了。不过接下来楚风这个家伙就由本女王来守护。当此话响起的同时，一道绝美的倩影也是自戒灵大门之内走了出来。看到那道倩影，在场的所有人目光都是有了变化，尤其是男子们连眼睛都看直了，甚至只是一瞬间就有不少人流出了口水。就比如那血族戒灵，他不仅一双血红的眼睛瞪得溜圆，那口水更是不断的自大嘴之中溢出，擦都擦不完。之所以会如此，只因这名少女实在太美。修武世界从来不缺美女，而这些大人物哪个不是阅女无数？但哪怕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如眼前出现的少女这般动人的。若非要说，简直近乎完美。精致的五官，少女的朝气，清澈的眼眸，雪白的脸庞，她的清纯宛如不染凡尘的精灵。
让人不忍亵渎。可偏偏拥有如此清纯脸庞的她，却还有着完美的身材，尤其黑色的羽毛裙摆下，那双笔直而雪白的长腿，以及直接踩在地上的小脚丫，着实看得人们直吞口水。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在勾魂摄魄，几乎没有男人能够抗拒这样的女子，就连女子也深深被她所吸引。这楚风从哪找到了这样美的戒灵？怕是仙女也不及她啊！许多人喃喃自语，更有甚者，更是直接破口大骂：这哪里是圣光天河的小鬼，这分明是来自圣光天河的老色鬼！怎么他的戒灵都是女的，而且一个比一个美？可若说激动，在场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楚风更加激动。当他看到那熟悉的倩影出现在他的面前之后，楚风激动的心脏都快跳了出来，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甚至他都怀疑这到底是真是假，怀疑自己可能是做梦，因为此人正是他朝思暮想，连做梦都梦到过无数次的女王大人。可突然之间，这座比试台剧烈的颤动起来，紧接着脚下就如同升起了明日一般，耀眼的光芒瞬息覆盖整个浩瀚的比试台。这光芒太过耀眼，耀眼到让人无法看清比斗台上的状况。好在光芒很快便开始减弱，但光芒减弱之后，磅礴的黑色气焰如同一条条巨龙一般，自比斗台上喷涌而出，直冲天际。原来那耀眼的光芒乃是比斗台上阵法的光芒，阵法开启才会释放出如此磅礴的黑恶气焰。黑色气焰冲入天际，很快便会集成大片的黑焰乌云，遮天蔽日。此一时，虚空之上漆黑一片，但大地之上则是光芒四射，天与地就像是颠倒了一样，既诡异又震撼。难道这也是异象？是那个少女戒灵触发的吗？贵宾席上的众人看到此等景象，内心五味杂陈。他们见过的异象数不胜数，但今日的异象着实是震撼了他们的内心。毕竟刚刚那血族戒灵已经触发异象，可那异象若与此时的异象对比，简直就像是与溪流与大海之差别，石头与山峰之差异。而偏偏这种差距是最刺痛他们内心的。毕竟血族戒灵触发异象时，他们还洋洋得意，可此时才发现，他们刚刚的得意是如此的丢人现眼。我个乖乖，这个小姑娘更了不得啊！这位小姑娘，你在咱们修罗灵界，想必也是有所身份的吧？淡淡触发的异象，不仅让九魂天河众人目瞪口呆，就连那只血族戒灵也是被惊到了。他此时一边擦着口水，一边色眯眯地看着淡淡。可谁曾想，淡淡却根本不理会那只血族戒灵，而是看着楚风。准确来说，是当他出现之后，他的目光就一直在楚风身上。尽管此时的他被万众所瞩目，可他的目光除了楚风，却没有看过任何人。至于楚风，自然也一直盯着淡淡。看到这位女王大人，楚风真的是激动坏了。他有千言万语要说，可不知为何，此时竟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感觉自己的鼻子很酸，眼眶中更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涌出一样。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楚风并非腼腆之人，他很少这样失态，哪怕面对那些大人物，楚风也从未这般狼狈。可今日他却这般了，而能让楚风这般的，除了父母，想必也唯有淡淡了。怎么傻看着不说话？难道不认识了吗？淡淡背着小手，笑眯眯地对楚风问道。他笑得太甜太美了，只是这一笑就让人们对楚风恨得咬牙切齿。这样的笑，如果是送给他们的，那该多好！说什么胡话呢？就算全天下的人不认识了，也不可能不认识你啊！你信不信？若不是这里人太多的话，我会对你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楚风一脸坏笑地说道。不会吧？难道人多你就不敢了吗？这可不像你啊！淡淡调皮地撇了撇小嘴，竟然有着几分挑衅的意味。倒是不怕别人怎么看，主要是怕你打我。若是你不打我，你看我敢还是不敢？楚风试探性地问道。那就要看你做的有多过分了。淡淡说道。而淡淡话音刚落，楚风则是如离弦之箭，直接窜到了淡淡身前。只见其双臂张开，随后猛然收拢，直接将这位让在场所有男人都为之眼馋的绝美少女抱入了怀中。这样算过分吗？楚风抱着淡淡，将头埋在淡淡的长发之中，轻声问道。混蛋，你是想勒死本女王吗？还不给本女王轻一点？而淡淡则是破口大骂，且在楚风怀中奋力挣扎着，因为楚风抱的着实太用力了，就连外人都看得出来，他都快把淡淡的小蛮腰给抱断了。但是谁都知道，淡淡若想要挣扎，楚风又怎么抱得到他？毕竟刚刚可是他挡下了那血族戒灵的攻击啊！太过分了呀！你们怎么大庭广众之下打情骂俏，还让不能让我们单身汉活了？楚风，你这个色鬼，能不能考虑一下兄弟我的心情啊？夏言破口大骂起来。其实夏言所骂也是在场许多人的心声，谁看不出来这两个家伙就是在秀恩爱？但相比于夏言单纯的咒骂，其他人更多的却是羡慕和嫉妒。这样美的姑娘，谁不想抱一抱？可偏偏楚风却做到了，而且还是大庭广众之下，这让谁受得了？这不，那血族戒灵就第一个扛不住了。喂，那个穿黑裙子的小姑娘，你是不是瞎了眼啊？这种废物哪里配得上你？你还是和老子在一起吧，老子这种纯爷们才是你的归宿啊！血族戒灵大声叫嚷起来。可谁成想，淡淡却依旧不理他，简直就像是看不到他一样。臭娘们，你跟老子在这装聋子呢！一而再的被淡淡无视，那血族戒灵也被激怒了，他卸下之前的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容，磅礴的威压更是一重又一重的自体内释放而出。敬酒不吃罚酒，看老子不！然而那血族戒灵话还没有说完，便发出了一声惨叫。定目一看，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只见女王大人看都没看那血族戒灵，只是雪白小手隔空一抓，一道暗黑色的气焰便化作一只黑焰大手，自其身前飞掠而出，狠狠地掐住了那血族戒灵的脖子。在那黑焰大手锁住血族戒灵脖子，将其给提到半空之上。而先前嚣张不已的血族戒灵此时也是满面痛苦，他拼命挣扎，
想要挣脱那黑焰巨手，可却是无能为力。而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女王大人的这次出手，她的修为已经暴露，她和雨莎一样，乃是一品武尊。可是她轻而易举就控制住了那血族戒灵，却也是事实。就在众人震惊不已，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之际，黑煞老魔则是兴奋地开口：“逆天战力，好强的戒灵！”他此话一出，人们也是恍然大悟，原来女王大人具有逆战一品的力量，这便是她能够凭借一品武尊的力量压制2品武尊的血族戒灵的原因。可哪怕如此，人们也仍然感觉震惊，毕竟血族戒灵的并非等闲之辈，他的战力之前就已经有所表现。可就是这样的血族戒灵，在蛋蛋手中却毫无招架之力。那么这只女戒灵又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臭丫头，你真以为老子是废物吗？可谁曾想，那只血族戒灵突然发出了一声咆哮，紧接着其体内竟然释放出血红色的气焰，血红色的气焰与黑色气焰相互交融，场面十分诡异。而与此同时，那血族戒灵的修为竟然得到提升，他的修为从2品武尊提升到了3品武尊的地步，真不愧是传说中的修罗血族，好强！见此一幕，许多9魂天河的人兴奋不已，而公孙家的人们更是哇哇大叫。原来他们还没有输，他们还有希望。可公孙云天则是一脸冷笑，一副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的嚣张模样。可伴随一声惨叫传来，公孙家以及9魂天河的众人脸色再度变化，那刚刚扬起的笑容瞬间便被惊恐所取代。原来那惨叫是血族戒灵发出的，他脖子上的黑焰巨手还在，依旧狠狠地锁住他的脖子，哪怕修为达到3品武尊，竟也依旧无法撼动女王大人的攻击。此一时，所有目光都落到女王大人身上，许多人更是目光闪烁，发出相同的感叹：竟是逆战2品，